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报民说。这期节目我们说一说日本竟然准备对中国的导弹基地先发制人，我看他是要活到头了。最近呢，日本政坛又发生地震，现任的首相菅义伟宣布不会继续参选自民党总裁。由于日本的首相一般是由在众议院中拥有多数席位的政党总裁担任，这意味着菅义伟将辞去日本首相的职务。那么谁将是菅义伟的继任者？日媒普遍认为，曾经担任过外相的岸田文雄是最有力的竞争者。目前也只有他一人做出正式表态，将参加自民党总裁的选举。日前，信心满满的岸田文雄接受记者的采访，谈了他的施政理念，其中关于中国部分，他发出了恶狠狠的威胁言论。首先，他声称对中国在外交和经济方面的强硬行为深感震惊，因此对付中国将是其政府的首要任务。他认为日本将与美国、欧洲、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具有相同价值观的国家合作，反对威权制度。在台湾问题上，他说台湾海峡的问题将成为大课题，日本要与台湾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。接下来，岸田文雄爆出了更惊悚的言论。他强调，日本需要获得打击敌方导弹基地的能力，以防止被攻击。他说，即便日本的导弹防御体系拦截了第一波导弹，但是拥有攻击敌方导弹基地的能力，便可以在第二波或此后更多波的导弹来袭时保护人们的生命。岸田文雄所谓的拥有攻击敌方导弹基地的能力，明显是针对中国，因为现在美日之间已经在讨论，美军出兵协防台湾的时候，日本自卫队将予以协助；而当中美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，日本自卫队将参与攻击解放军，这样中日之间就不可避免地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。而日本在冲绳等地的军事基地也一定会遭到解放军的攻击。由于日本的和平宪法规定，日本自卫队只能专守防卫，不能主动对敌方发起攻击，所以在目前日本面对中国的攻击，好像只能被动的防守，不能主动的出击。现在岸田文雄的主张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，日本想要拥有攻击中国大陆导弹基地的能力，对中国大陆发起主动的攻击，这是对日本战争能力的大幅度的拓展，使日本重新具备了攻击中国本土的能力。另一方面，具备了这种主动攻击的能力，也打消了日本介入台海军事冲突以后只能被动防守的顾虑，使日本自卫队敢于更大胆的参与协防台湾的军事行动。需要特别说明的是，中国从来没有主动攻击日方的意图，但是如果日本不自量力的介入台海事务，阻挠中国的统一，甚至武力干涉中国发起的统一战争，那解放军一定会用武力狠狠地回击日本。台湾是中国的内战，是中国的内部事务，绝不允许外来的干涉。如果日本自卫队因为阻碍中国统一而遭解放军的打击，那完全是咎由自取。日本是挑起事端的一方，而中国只是被迫反击。日本把解放军阻止外来干涉的行动说成是攻击，而把自己攻击中国大陆的导弹基地说成是保护人们的生命，这完全是日本式的颠倒黑白，倒打一耙。这和当年日本侵略中国却非说是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是一个道理。今天中日实力的对比应该让某些人清醒。现在日本的 GDP 大约只相当于中国的1/3，军费大约是中国的1/4。在科研能力方面据最新公布的数据，中国的科学论文的数量首次领先美国，居于世界首位，而日本仅仅排在第10，被中国甩掉好几条街。国家实力决定了日本在对华问题上只能是一个小角色，在实际政策上也没有多少选择的空间。日本政客要是为了选举过个贼瘾，中国大概还能容忍，但是如果他们在实际行动中真的做出对中国的攻击性的行动，危害到中国的国家安全，那么我们有信心的说，解放军有充分的能力让日本自卫队从地球上消失。好，这句话就说到这里。